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多 YouTube 黄金3小时。如果是我的铁粉，请给我一个 like。第一次看我的视频，请您静悄悄的给我一个 like。背部撞墙法是很不错的健身方法，既节省时间，还不用花本钱。它是养生太极拳不传之谜，过去都是要正式头门拜帖的弟子才能得到真传。现如今，这种简单易行的养生妙法已经被广泛推广，无论是在公园中晨练的中老年朋友，还是台湾政界人物宋楚瑜、商界名人王永庆，都很热衷于撞墙。台湾商父高寿92岁，秘诀就是他。台湾前首富王永庆，直到80岁还能跑5000米，曾留下36分30秒的记录。他的养生方法就离不开这撞墙功。80岁以后，由于身体不适合长跑，王永庆改练撞墙功，日日不息。王永庆常做的撞墙功，就是以背对着墙撞上去。据说撞墙会使全身的气在循环。当然，王永庆先生开始的晚一点，虽然没有活过100岁，但也是高手。92岁老汉每天撞墙数百下，坚持15年后白发变黑。福建漳州的老汉连水德，年轻时是出了名的药罐子，60岁却上了漳州市健康老人名人榜。更神奇的是，他的白发竟然还反黑。他说这得归功于他撞墙养生法。连水德的撞墙运动还有个由来。1995年，一个偶然的机会，老连从报纸上得知，台湾商父王永庆撞墙健身之后，顿时眼前一亮。人家王永庆73岁还坚持撞墙，看来这是不错的健身方法，既节省时间，还不要花本钱。我想我也能做到。如今老连每天都要撞墙健身，15年来雷打不动。15年的撞墙生涯，让他从邻居口中的黄酸人，闽南话中指体质虚弱的人，变成了福相貌。闽南话中指气色很好，很精神。背部撞墙咒，百病养出长寿。撞墙养生如此受欢迎，而且已经有人亲身试验，并坚持10几年现身说法。那么撞墙养生到底有哪些好处呢？1. 打通全身血脉。撞墙功可帮助疏通督脉，打通督脉及两边共4条膀胱经，一条督脉就可以治疗数不清的病症。而膀胱经常有被淤血、心淤、肝郁、肾淤、脾郁等等，这也为所有内脏的病皆可治疗，程度不同而已。另外，撞墙震动了脊椎，令整条脊椎都处于正常状态，相当于正骨，调整了不正的关节。脊椎通大脑、脑髓，能打通所有与脑部相关的经络、神经、血管等等，对脑部相关疾病的治疗就有帮助。2. 强肾排毒。我们撞墙撞的是督脉，督脉旁边有2条膀胱经，它是人体内最长、穴位最多的重要经络，也是我们全身最大的排毒系统，所以把膀胱经打开，对强肾排毒特别好。3. 调腹脏、健脾胃、治颈椎。用背部撞墙，不仅可以调节内脏、放松肌肉、行气通窍、安心宁神，还可以健脾和胃、化湿，协助治疗颈椎病以及颈肩综合症。4. 提高免疫力、降压、治失眠。运动学专家认为，人体背部的脊柱及脊柱两侧分布着许多的神经和许多重要穴位，与四肢腹脏有广泛的关系。长期坚持，不仅能促进局部乃至全身的血液循环，增强内分泌和消化功能，大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，还可以降血压、失眠。撞墙养生简单易学。撞墙养生有这么多好处，具体做法是什么样的呢？其实做起来非常简单，
方法离墙15到20厘米站立，全身自然放松，用背部向后撞击墙壁，待身体回弹后再撞击，约1秒钟撞一下，并随着撞击的节奏自然呼吸。撞击时动作要有力，但不可过猛，要协调均匀。正确的顺序依次是背的上部、下部、腰左右、肩胛左右、侧背部，争取整个背部全部撞到。背部撞墙健身要循序渐进，最初撞击5分钟就好，慢慢延长时间，一次不要超过30分钟。撞击到背部发热、筋骨舒畅就可以，不可以撞得太猛烈。撞墙养生必须要注意3件事。第一，撞墙不是主动用力去撞，而是全身放松，自然倒向墙壁。主动用力去撞是错误的做法，让年纪大的人可以只撞3到5分钟，而对患有严重心脏病、尚未明确的脊柱病、内脏下垂、血压过高、晚期肿瘤等症的病人，则必用此法锻炼。撞击背部时，有不少人会有头晕、头胀、头痛等不适感觉，这是人体经络调整的正常现象，不要担心。只要酌情控制撞击的时间及力度，这些症状会渐渐的消失。用背部撞墙法强身心，做起来方便，作用也显著。最大特点是就地取材，随时都能为自己的身体加油。撞墙养生只要持之以恒，就能取得良好的养生防病功效。想要长寿，怎么吃也很重要。老年膳食要适当减轻主食，粗细结合，减解了老年人习惯以多吃饭少吃菜的生活习惯。可是对于控制体重而言，应适当减少主食，多增加蔬菜和豆制品，适当增加动物瘦肉和鱼，会让营养更加均衡。主食的选择也别一味吃白米饭和白馒头和杂粮薯类换着吃。2. 适当增加优质蛋白，弥补老年人的负担，平衡损失的蛋白质。优质蛋白的来源有奶类、豆制品、动物瘦肉、蛋类等，这些食物都要经常吃。喝牛奶肚子难受，可以改喝酸奶，不仅有益肠道健康，还能补充丰富的钙质。3. 每天小把坚果，坚果真的是个好东西，是人体必需脂肪酸和维生素 E 的重要来源，而且还含有丰富的 B 族维生素、钙、镁、铁、锰等人体必需的矿物质，对预防各种慢性疾病都很有帮助。但是不要过量吃脂肪，含量高，不好消化。4. 吃够蔬菜水果限量，蔬菜和水果提供膳食纤维、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还有益健康的抗氧化成分，能延缓人体衰老。所以每天保证吃到1斤蔬菜、菌类和绿叶菜。水果由于糖分太高，建议每天200克就够了，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。少吃炒菜，多吃拌菜、炖菜和蒸菜等清淡少盐的菜式。炒菜的烹饪方式不仅会增加油脂和盐的摄入，不利于血压和体重的控制，而且食用由高温烹调产生的脂质氧化，容易堵塞血管，增加各种慢性疾病的风险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，别忘记点赞、收藏，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我们下个视频见啦！